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佛罗伦斯吃早餐了。那今天吃完早餐就要准备去车站搭火车到威尼斯去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享用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前往威尼斯的火车上。那有发现是说，它的火车旗号里面的装潢可能都不太一样。那这一次我们搭到威尼斯的火车的话，它上面的行李架是没有办法放一般的行李架，就是像我们到罗马、到佛罗伦斯那样子的。不过它后面的行李置物空间比较大。那车厢跟车厢之间有一个大空间可以置放行李，但不是每个车厢都有，就是可能要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我们是放到隔壁车厢去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在车站有买一下他们这边的麦当劳吃吃看。那一样是点他们那边经典大麦克，就他们这边有早餐就可以点，就是大麦克。那其他的午餐后的餐点的话，可能就要等10点半之后才能点。然后他们这边沾的酱，就是像番茄酱之类的，就是额外再加0.45欧。然后饮料的部分的话，好像是4欧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，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要水，或者是含果汁都有。那像现在你的大麦克餐的话，大概是11点多欧左右，好像300-400块台币吧，就是比它贵一点没有错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威尼斯，然后在饭店 check in 完了。那因为在威尼斯车站人比较多啊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出来。那加上我们住的这间饭店，它虽然小，不过它也是离车站近，而且它是1点就可以 check in 进来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先进来放行李。那现在一样来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边住宿环境，因为我们在意大利住的这3间饭店都算是小套房的概念这样子。好，其实从门这边一进来的话，就是床的空间了，那旁边也是一圈，就大概是走道。如果你行李箱打开的话，应该基本上走路就要小心一点了。那它这边跟我们在佛罗伦斯一样，它的柜子都是木柜，也算是他们应该比较传统以前那种柜子。那里面的话，它一样有附衣架。那另外它还有附枕头跟一些中级棉被，不过基本上我们应该不会是用到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他们电视提供的都是小电视。那不过基本上我们应该也不太看电视，因为我们也听不太懂意大利文。好，那再来是角落这边的话，它有提供一个小的一个梳妆桌，那但是它的灯非常大一个。不过这间比较好一点，应该是说它有提供一个胶囊咖啡机，那我们在上一间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它提供4颗胶囊，就是让你可以自己去冲泡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那另外它这边的话，它的充电的插座是在它这边小桌子的后面，那应该是在后面这边，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就是自己去使用。好，那这边小抽屉也都是空的。接着带大家看一下浴室的环境。浴室的话蛮干净的，那它是干湿分离的。那这间就是没有浴缸，因为浴室也比较小一点。那进来的话，左边就是马桶，那前面这边它是一样有清洗地板的水龙头，那再来的话就是它没有提供任何的牙刷，所以你就是要自行准备。不过它有提供一个塑胶杯，就是当做漱口杯吧。然后在里面的话，它淋浴的部分沐浴用品它只有提供1罐，应该是2合1还是3合1的沐浴用品。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习惯自己要分开的话，那可能自己也要准备一下。好，那这个环境大概是这样，它环境算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因为它也算是老饭店，所以它隔音也没有到非常好，就是
其实也听到外面的声音啊。加上我们是住在1楼，所以外面这边的话就是外面的一个巷弄的环境。那我们这边应该等一下就稍微休息整理一下之后，我们就去威尼斯里面逛一逛。今天来到威尼斯第一天，我们比较没有特别排太多行程，主要就是在附近逛逛街，然后看有没有想买的东西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在附近逛。不过这边的话，它都是小巷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导航或基地图的话，可能也会容易迷路。如果走比较远的话，那我们刚刚穿过那个桥的话是赤足桥，到对面来，那我们就是一路在这个小岛上晃。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比较少会去搭船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看这个小岛的走的距离，顶多最远大概40分钟吧，所以我们去的地方也不会到那么远。基本上就是用走的为主。这座漂浮在海上的梦幻岛屿，地底下其实藏着一个超疯狂的秘密。西元5世纪，为了躲避战乱的难民逃到这片西湖，面对无法盖房子的烂泥，他们想出一个绝招：从阿尔卑斯山运来大批树干，削尖后密密麻麻地打进水底的硬黏土层，接着铺上石头，才开始盖起宫殿。木头泡水几百年不会烂吗？神奇的是，因为木头够密集，阻绝了大部分的氧气，加上水里的矿物质，让木头腐烂的速度非常的缓慢，反倒有一种石化的现象，变得坚不可摧。根据专家推算，支撑整个威尼斯本岛的木桩竟然高达1000万到1500万根。光是建造一座安康圣母大教堂，地底就用了超过100万根木桩。当时为了建成，几乎砍光了好几座大森林。所以今天走在威尼斯，你不只是漫步在浪漫的水都，其实是踩在一整座1000万棵树木组成的海底森林之上，亲眼见证人类挑战大自然最不可能的工程奇迹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威尼斯蛮有名的一间炸海鲜的小店，那就是点了一个它综合炸海鲜的算是拼盘。那还有分2种，一个是大的，一个是中的。中的就比较像是用甜筒形状，是12欧。那大的话是15欧，所以建议就是点大的就好。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点的内容，它其实蛮丰富的啊，有虾子、鱿鱼，然后这个是炸面包吗？然后还有小鱼干。那它种类其实蛮丰富的，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跟他讲说你要综合的，它就直接现炸。我们这个是现炸的，所以拿出来的时候是热腾腾，可以闻得到它那个香气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试吃看看。好，现在要来吃了。然后他在出餐的时候会问我们要不要加柠檬，我们是有跟他拿，因为他柠檬蛮香的。很脆，真的很脆。虾子蛮大一只的。这次还是蛮喜欢他们的柠檬的，他们柠檬是不会酸，但是可以增加食物的香气，就是会多一个清甜的香味。然后小鱼干，然后它食材处理的算蛮不错的，基本上没什么腥味，所以呢吃得很顺口。好，我们刚刚逛完雷利欧的
商店。那现在就是要去走一走、晃一晃。那刚好经过这个圣马可广场，那这广场非常大，就是满满都是鸽子和海鸥。那有很多人在这边拍照，因为这边的风景其实蛮不错的。只可惜今天的云层比较厚啦，所以光线比较没有到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刚刚就走一走，就看到有一间卖奶茶的店，然后就进来买一杯算是珍珠鲜奶茶。然后它的餐点蛮特别的，名字叫做漫步巴黎。它上面有用一层淡蓝色的，有点像蝶豆花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摇均匀喝。那这间也是在我们刚刚在走过来的路上的一个巷弄里面。蛮好喝的，又多了一个清香味。然后珍珠有 Q， 然后另外还要买一个是芒果鲜奶，还有加一个芒果果粒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吃晚餐了。啊，不过他们这边都是傍晚这边天色还是蛮亮的。那我们是找了一间就是靠近它这边河的，就是餐厅，它也比较方便，就是我们可以坐在这边边欣赏。那旁边不时都会有一些船经过这样子。那这间餐厅的话，离我们饭店算是有点像正对面，在这个小岛的正对面。那不过看环境还是算蛮 OK 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吃一吃，然后就要准备回饭店去休息。他附的面包其实比较像是有一种饼干的感觉，就是酥酥脆脆的，跟之前吃到的都不太一样。哦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哦，好，我们点了3道菜，一个是西兰花炖饭、综合沙拉跟菲力牛排。不过我们有发现这边的牛排是有比较小块一点，就是跟我们在佛罗伦斯吃的话比起来。那不过我们还是来吃吃看它的味道。首先是西兰花炖饭，就是它是属于饭心没有到完全熟的那种，就是看口感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饭心没有熟的。然后它的花椰菜其实没什么味道，有点被起司盖过去了。它的酱比较浓，然后它的菲力吃起来口感是比较扎实一点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们点的是希腊式沙拉，所以里面还有一个起司，还蛮多的，而且味道非常的浓郁。我们现在已经回来饭店休息了。那下午我没有提到是这边饭店的话，我们入住的时候就是有问过，那柜台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到可能他们比较冷的时候了，所以他们冷气已经是关闭，只会提供暖气的功能。所以如果有来这边的话，如果你发现冷气机没办法使用的话，
那你就记得跟柜台确认一下，是不是刚好他们季节调节那个时间到了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回来之后，应该就是也是稍微整理一下东西，就会准备休息。那明天开始的话，就一样会去参观这边的景点，只是说就是看明天要去哪一个，我们就临时再过去。来威尼斯的话，我们行程就比较弹性，没有特别去排一定得去哪里，只有下午去搭乘它的贡多拉，就是他们的船之外，剩下就是比较自由一点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。